这个女人用力把饭塞进嘴里，接着又夹了一大筷子菜，好像饿死鬼投胎一样。可儿子只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，连声抱怨今天的饭太难吃。母亲死死盯着他，然后抓起食物像野兽一样啃食，吃了一半还递给儿子。맛이 이상해? 엄마가 괜찮다고 하면 잔말 말고 처먹을 것이지 어디서 반찬투정이야. 왜? 이 나쁜 새끼야! 所有人都傻了。之前母亲很温柔，从不发脾气。一旁的妹妹看到这一幕，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。当时她在睡觉，被子却突然被什么东西抽走。她刚要起身，却被人一把扯住头发，按在床上。这人正是她父亲。他的眼神如恶鬼一般，寸寸打量着女儿的身体。妹妹被吓到瘫软，任由他抚摸着自己的脸。可第二天，父亲却像没事人一样，嬉皮笑脸地跟他打招呼。晚上下了班，父亲问妻子早上为什么那么生气，可妻子说自己一早就出去了。父亲听完一脸惊恐，那早上做饭的到底是谁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家里就发生了更诡异的事。深夜，姐姐正在洗澡，冥冥中却总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。姐姐被吓了一跳，刚要质问，妹妹却更加离谱。 부모란 놈년들은 동생들을 왜 그렇게 줄줄이 써놨는지 부담스럽지. 똥처럼 치우고 싶어서 죽겠지. 姐姐愣住了，曾经熟悉的妹妹此刻却变得无比陌生。于是她赶紧穿好衣服，问妹妹刚才是什么意思。可妹妹却说自己一直待在屋里，从没去过浴室。说着还把她拖进屋里，将昨晚父亲的事都告诉了她。话音刚落，父亲就推门走了进来，脸色异常阴沉。 대답 안 해? 쌍년들 내가 니들 어떻게 키웠는데. 说着，他拿起桌上的小刀，一步步朝姐妹走去。姐姐奋力推开他，趁机带着妹妹逃走。可刚出门，却发现父亲就在眼前。他一把扯住姐姐的头发，将她摔在楼梯上。等他好不容易恢复了意识，周围已经一个人都没有。他挣扎着想找妹妹，一转头就看到父亲正举着一个锤子狠狠砸下。这时，妹妹突然出现，反手一记平底锅砸在他脸上。可父亲毫发无伤，抡圆了锤子，直接将门板砸得粉碎。他正想补刀，楼下传来熟悉的声音，这是父亲的声音。那眼前这人又是谁？只见他丢下锤子，转身离开。 姐妹俩惊魂未定，却看到父亲一脸茫然地走上来。她以为姐妹俩吵了架，正要安慰，却发现身后有人捡起了锤子，这人正是妻子。 父亲吓坏了，不断呵斥妻子，可他一句话也不说，转头盯住了姐妹俩。父亲赶紧用身体护住女儿，妻子却用力挥舞铁锤，直到将丈夫的胳膊生生砸断。做完这一切，她露出诡异的微笑，转身走向房间，就连玻璃碎片刺穿脚心都毫无反应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一模一样的母亲突然出现，父亲死死盯着她的脸，一脸惊恐。随后他打开房门，里面却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事后，一家人聚在一起聊昨晚发生的事。父亲突然意识到，这些怪事都是他们搬到这栋房子后开始的。每天晚上，邻居家就会传来诡异的声音，像是在锯某种骨头，还有一只被吊在窗前的死猫，应该也是邻居搞的鬼。思来想去，父亲决定去邻居家看看。刚进门就发现这里遍地都是白骨，无数动物尸体被吊在院子里，一股腐烂的腥臭味更是直冲脑门。走进房间，里面的场景更是惊得他说不出话，头顶全是各种动物干尸。父亲强压着恐惧报了警，可当警察赶到，房子里却焕然一新，那些诡异的尸骸好像从未出现过。邻居告诉警察，之前的声音是自己在织布，可这些话父亲一个字都不信。万般无奈下，他找到驱魔的神父。神父告诉他们，恶魔能随意变换模样，肆意玩弄折磨人类的灵魂。为了不被恶魔逐个击破，神父建议他们今晚睡在一起。可到了半夜，小儿子尿急，起床去上厕所，他还不知道恶魔已经变成了他的模样，悄悄进了房间。他手里提着一把刀，想要杀掉神父，可神父有神力护佑，恶魔无从下手，只能暂时撤退。恶魔离开后，神父睁开了双眼，这个恶魔比他想的还要强，以他现在的道行，还无法保证一家人的安全。于是他联系了老师帮忙。第二天，神父去机场接老师，临走前他警告父亲留意大女儿，因为他之前给每个人都倒了杯圣水，但现场只有他没喝。没过多久，神父顺利见到了老师，可老师告诉他自己根本没让他来接。神父大惊失色，他突然意识到是恶魔模仿了老师的声音，为的就是把自己支开。神父焦急地往回赶，半路却遇到一群诡异的乌鸦，慌忙躲避中，不幸发生了车祸。而与此同时，妹妹正在地下室收拾东西，身后的烤炉门突然打开，一股神秘力量将她拖进烤炉，随后火焰熊就
中燃起，将她活活烧死。没过多久，姐姐发现妹妹不见了，想出去找。父亲想起神父的叮嘱，趁其不备，一把将她砸晕，随后把她绑在床上，不让她乱跑。就在这时，神父赶了回来，说自己要马上进行驱魔。随后，他在姐姐胸前放了个十字架，转身抽出一根藤条，狠狠抽了下去。任凭姐姐怎么痛苦挣扎，父亲也不相信，甚至还帮忙摁住了她的脚。但他还不知道，真正的神父依旧躺在车祸现场昏迷不醒。没过多久，姐姐已经被折磨得神志不清，身上也满是血污。母亲于心不忍，想救下女儿，父亲却把她当成恶魔，死死掐住她的脖子。见两人互相残杀，恶魔也不再隐藏，满脸奸笑。他正要杀死父亲，耳边传来一阵咒语，原来是真正的神父回来了。恶魔化成烟雾，附身在女儿身上。可他不知道，神父此次回来，心中早已有了思念。他把十字架放在胸前，念起了同归于尽的咒语。只见姐姐身体中窜出一阵黑雾，猛地钻进神父体内。他是把自己当作祭品，封印住了恶魔。接着，他将十字架递给父亲，让他杀了自己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将恶魔消灭。犹豫了很久，父亲终于同意了。当神父胸膛被刺穿的那一刻，一股黑雾突然涌出，却被十字架重新吸了回来。随后神父也没了声息，一家人劫后余生抱在一起失声痛哭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此刻窗外的楼顶上，恶魔的乌鸦依旧在盯着他们，似乎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阴谋。